Hello，宝子们，我进宝，欢迎回来哟。昨天看感觉，今天看发展哈，还有对方会不会主动，我真的是太好了，太宠粉了啊！一条龙服务给你们搞到家，好吧？虽然说是大众占卜，但是呢，我还是想望说大家能够尽量多的去对应到一些信息的话呢，我也会觉得说，也是做的是比较有意义的，好吧？好，现在你面前呢有4张牌卡，可以通过点赞与你最有感应的产生链接哦。这是第一组一本书。第二组圣杯，很多人问我圣杯是干嘛的，它就是一个祭祀用品啊。我们平时在做仪式啊或者祭祀的时候啊，没有办法用一个平时喝水的一个水杯嘛，就随便斟一点水啊，就拿去祭祀拿去摆了啊。我们会有这种特定仪式用的东西，你把它当一个祭祀用品专属的就可以了，好吧？第3个火苗，第4个小蜡烛。好，现在的话呢，可以去到你的选项咯。如果你想要多选或者双选的话，一定要记着摘着听听看哦。如果说你想要测很多个人也是可以的，或者你想测同一个人，你把它收藏起来，过一段时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一点点变化或者发展的时候，你再重新来看，这个结果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到时候召唤你的图案有可能会变化哟。好，现在的话可以去到你的选项咯。视频开始之前，照例提示一下大家，大众占卜它不是个人 reading， 所以说呢，视频内容咱们就仅供娱乐和参考就可以咯。待会儿见。好，第一组宝子们，对方呢他会舍不得你，但是呢他知道你不是他可以去拥有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面，我怎么去讲呢？就是我想到有点像张曼玉一样，张曼玉她当时她不是一直就在影视界嘛，就做得很好了啊。然后呢，她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她就突然跑去唱摇滚了。她50几的时候，她突然想唱摇滚了，她就参加了那种乐队嘛，然后自己去搞乐队玩乐队，后来还参加那个草莓音乐节公演，然后大家就在下面说：天呐，女神不要来毁我们形象，对吧？你在荧幕上面挺好的，你这一张嘴就满嘴的那个烟味儿啊，这个声音都哑了，那怎么听得下去啊？觉得说好毁形象，不要唱了。但是呢，他不介意，他就觉得说这个圈子，即便是我不是要混你们摇滚圈，对吧？但我来沾一沾，我喜欢我就来啊。他这种很大女主的姿势，就是他以摇滚圈为一个体验，而不是他本身的一个出发点。第一组宝子们就有点像这种，这个人他只是你的一个体验，他只是你的一个新鲜感，他是你的一个小玩具，他是你的一个小甜品，但是本来不太属于你的圈子，所以说其实你真的和他之间深度接触下去过后，你也不会对他有太大的一个兴趣。所以说之后你们俩之间发展哈，不是说对方怎么抛弃你，你怎么可怜，你好惨啊，对方不理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自己都觉得说，哎，这个就像摇滚圈一样，对吧？我玩也玩过了，哎，这我还是去回归我的老本行吧，我的主业吧。所以说，就有一种，它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驿站。你累了，歇歇脚，休息一下，或者说，今天我吃大餐吃惯了，我尝一尝路边摊，有这种感觉的。就本身它不是你的一个涵盖在你人生概念里面的一个选项。它是作为一个新鲜，甚至于说是一种意外而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如果说要跟你之间继续走下去的话，其实你也发现两人之间就不太搭嘎。不太搭嘎，所以说很多时候他即便是现在他不主动哈，其实反而对于你来讲是一种保护。今天我们开了这个上帝视角来看过后，我相信你应该会更加的通透一些，更加泰然一些，因为你会发现当下那种感觉确实是不好受的。但是呢，作为长远来看，这个人他既然只是我停留的一站，对吧？那我自己爽了就行了，我管其他那么多呢，对吧？我至少是体验过了啊，但是不用去强求跟他之间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本身他可能就不一定适配。然后呢，你只是说经过他而已，所以说我感觉到第一组，特别是你如果是女人的话，哈，这组特别好，或者说是你要问的是一个女人，那这一组的阴性的能量特别强大，就相当于说是比较旺女，但是有可能不利男。如果你是问的女或者说男的话，就是说比较微弱的那一方，就是气焰上面比较微弱那一方，或者是传统的从这个性的角度上面来讲，阴性的那一方啊，他是反而比较吃香的，就有一种小弱兽，然后突然翻身做主的感觉啊。其实呢，看起来是在关系里面弱，吃尽了苦头，实际上呢，你是在游历你的人生。就这个人吧，你离开他过后，其实你会舒服一些。就你在之后大概率哈，你自己会主动的去放弃。
这段关系，因为你会觉得他让你觉得说不舒服，很多时候呢，你只是为了去将就他，或者羡慕钱，有点想得到他，然后你才去妥协一些东西。但当你真正的就是回归到自我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天呐，我生活品质搞太多了，而且我对于跟他之间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我没他以后我舒舒服服的，心里面可快乐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可能不太能够给你做加法，他反而是给你做减法的。所以说对于那种有点像那种比如说爱上了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加的开心呢，他其实反而是那种就是让你爱上了过后你自己有一点不太开心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所以呢，他其实有点像你的一个中转站一样，一个驿站，你要从他这里去学一些知识，可能要看过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才能够说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才能够去离开的。所以说，如果当前你们之间还没有说特别深的接触的话，也许之后都还有一些这种课题要去做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像读这本书一样，你自己会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答案。然后呢，对方他会不会主动呢？在这里看到呢，他还是比较偏被动的，因为这个人呢，他心底里面哈，就是说想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些现实，包括一些未来，他对这方面的东西想的是比较多的。但是他对于说他自己的这些情情爱爱啊啥的，他不是机器人，他需要啊，甚至说他也有性欲需要去发泄，但是呢，他的需求的浓度没有咱们这么高，他可能需要的是说，哎，20%就可以了。你就跟喝奶茶一样嘛，对吧？他可以喝微糖，但是你呢，必须要喝7分糖甚至全糖，你才爽。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微糖就够了嘛，哎呀，喝那么多干嘛呀？这个糖喝了也没啥用，而且我喝了也没觉得特别好喝呀。他就是那种，你知道吧？所以呢，他感情在他生活里面就像糖分的这个比重一样，他的需求量不大，所以说他要的剂量不多。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要的剂量不少，然后你跟他之间一比对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怎么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你了，但你都还觉得不够甜。他的所有的精力就是微糖20%，然后你吃了过后啥呀？这一点味儿都没有啊！所以两个人之间对于感情的价值取向上面也有一些差异。你越走下去过后，其实越会发现这一点。所以呢，宝贝儿们，当前哈，这个人呢，他对你是有渴望的啊，然后呢，他也是对于你就是有这种更长期的幻想的，他其实内心里面是属于那种比较想跟你之间慢慢的去接触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就已经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人你会觉得他太寡了。他太寡、太卡、太老冰箱了，你就受不了他这种感觉的啊！他就是给了你他所有的力所能及的一些回应了，但是你都觉得不够甜。然后不是你的问题，真的，这个就是一个匹配问题，所以说之后才会看到你们俩之间有一种分离的感觉。你想说什么东西啊？就是一点都不甜。别跟我说什么健不健康的，对吧？我喝了就不爽，我不要这个东西。所以说我看到你之后会蛮任性的，因为你也是以这种享乐主义为主的嘛，你就觉得说你都对我这样子冷冷冰冰的，对吧？那我还拿来干嘛？但其实他的内心里面，他就属于那种超无敌慢热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可以去等他呀，但是你在等他过程当中，慢慢就给你等下头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其实到后面你就不是很喜欢他了，有这种感觉的哈。所以呢，就是他也会觉得你在思考，你也会觉得说他在沉吟，两人之间呢互相卡，哎呀，慢慢的就接受了，觉得说，哎呀，真的有点不像一路人。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组宝子们，其实你们是本身比较旺的，这个人呢，他只是出现的一个个例而已。就我说嘛，你本来平时就是吃那个清淡口的，今天呢就想吃点麻辣的，来换个口味。它只是换个口味而已，它本身和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主基调，很多时候它是不相符的。所以说，你可以细细的去思考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包括你的感情价值观里面，你是否是接受这样的人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答案可能是 no，或者说它是从你整个人生上面来看哈，它是多出来的那一块拼图。我就这样跟你说，你是有自己完备的密闭的一个闭环的，但它是多出来的那一块儿。
很多时候呢，他就会让你感觉到说，我贪婪，我想得到他，可是呢，我又不知道如何把它安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我这100块拼图我都已经拼满了的嘛。它多出来一块，那我又把它放哪里呢？其实你喜欢它，你想要它，你要非要强硬的去接纳它，反而容易伤到你自己，把你自己搞得不完美了，把你自己搞得犄角旮旯的了。你多出来一块，然后呢，就像我们去看风水一样，你多出来一块，对吧？然后呢，它凸角，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要给它补，或者说你要给它拆，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啊。就你本身就四四方方的，就挺好的，你就拼完了嘛，你就多一块出来，你就要沿着它那一块，就要把外面再修一片起来，或者说它缺一块，你就要把其他的多的给割掉，或者把它补上。所以说，这个人他会让你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任何的相爱的两个人肯定都是要为对方付出的，但是他的这种存在会让你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其实是一个不划算的生意啊。当然呢，就是我在这里呢，只是非常理智的去分析这个事情。咱们从个人的成长路线上来讲呢，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过客，一个小甜品啊。如果说宝宝们觉得，哎，还是一时半会儿放不下这个人的话，那我觉得说你跟他之间呢，可以去再接触，但是呢，不用在他身上放太多的一个精力，特别是如果你刚认识他，你听我这么讲，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难受，对吧？但是呢，就是你会慢慢的接触过后，你也容易发现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分道扬镳的意思，就是不太合适，真的不太合适啊。所以说呢，为了他去妥协太多的话，反而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建议低组宝子们尽量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子的话呢，这段关系把它当做一个调剂，你会得到的更多，好吗？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宝的一个占卜情况，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祝福你。喜欢我的视频，留个一键三连再走吧，拜拜，下次见。哦呦，第二组这个人怎么对你有点感觉欲火焚身呢？就他会对你这种荷尔蒙的能量哈，有点高，有点高。就不管对方是男是女，都有点馋你身子。这个点的话呢，很重要。这个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还蛮坚持的，就这段关系的纠缠羁绊会很深，所以说你们之后能够走的路应该还是不是那种就是不算很短的，即便是都已经分开了，复联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对方回头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多哈。这个呢是第二点特征。第三点呢是说，我感觉到你们会把这种思念化为动力，就第二组人的那种执念很强，你的执念强，他的执念其实也很强，只不过如果你感受不到的话，很多时候是他自己的那种性格所致，他可能不会就表现抓心挠肺的，但实际上心里面哈，他对于你而言，这个人他是潜意识的是不想放手的，所以说呢有这个问题哈。然后呢第三点，第四点呢是说你们两个中间呢，就是有人桃花特别旺，就是除了你和他之间哈，就是还有人在你们俩中间，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天天就围着你们跑圈圈呢啊！选我，选我，选我，就是这种的，很烦。我跟你讲，这种谈恋爱或者暧昧关系什么的，最怕这种第三方的能量了哈。第三方呢，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指的是其他的东西啊，或者说人事物啊，比如他妈他爸也算啊。但是在这里指的就是其他的桃花和暧昧对象，好不好？我再说明一下哈，就是你们俩之间容易有其他的人做干扰，在中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是选我，选我，选我啊，就搞得就对方就说不知道说应该选谁，或者说你搞得你就是说自己一拖二，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它是很混乱的，就你们俩之间全靠意念在发电，全靠那种毅力在支撑啊。他之后呢，会不会主动？他会回来的，你放心。但是他回来的时候，那脾气有点臭，这个人啊。这课代表可以把这里好好的写一下，这个很考验第二组宝子们你们的耐心啊，很考验你们的耐心。因为这个人他如果回来的话，他还觉得自己很牛逼啊，就很不得了。哎，对。我现在呢也不是靠你一个人啊，其他的人反正现在也喜欢我，就是那种茶茶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不管他是男是女啊，都有点茶茶的，还很傲娇。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天呐，我心里面真的是，我想先把你弄到手里面，然后呢，再慢慢的折磨你、报复你啊，就可能会激发你那种就是心里面很不服，但是呢，还是舍不得扔掉他的这种心理。第二组这段关系有一点虐恋，有点。
纠缠的意味啊，就两个人之间其实都不是那种很佛系、很容易想得通的。如果你想得通的话，你就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一直去纠缠了。他如果想得通的话呢，他就可能就是主打一个弄死不回，或者说是打死不接啊，他也不至于在那里就是又表现出一些让你感觉到说啊 available 的一些信号了啊，他会让你觉得说就是我真的是还是喜欢你的，他又憋不住自己那颗心意啊。但是呢，同时呢，又是很多选择和干扰在你们俩中间就绕来绕去的，所以呢，这段关系就是会有一点错综复杂，很麻烦的，很考验两个人的这种坚毅和双向奔赴的这种信念感。如果你们俩之间这种双向奔赴的信念感足够的话，这段关系它有可能会开花结果，甚至于说破镜重圆。但是如果说你们俩之间就是其中有一个人被那个什么男狐狸或者女狐狸给勾走了的话，那这个关系就很麻烦，就是又舍不得放，然后那就是在这种三方关系里面、三角恋里面去纠缠啊，这个就会很烦很烦，真的很烦。然后呢，就会是那种什么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一些课题，可能呢就会有那种遗憾。比如说呢，他在心里面是比较倾向你的，但是呢身边也有其他人，所以说容易酿成这种悲剧之后的一个发展上面。因此的话呢，第二组主要是要规避这种悲剧的话呢，主要是靠彼此的念力发电，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他的身边人或者你的身边人呢，枕边人不是你爱的那个人。那这个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梁祝啊，现实版的罗密欧朱丽叶，对吧？就是不能爱而所得，那这多可悲呀！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啊。如果说真的比较喜欢的话呢，我觉得说，可以在他回归过后，或者说在他之后主动找你过后呢，给他一个台阶下啊。即便他的态度不好，但是呢，也可以给个台阶下。要不然的话呢，这段关系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说后悔。特别是你还在喜欢他的时候，你就爆无敌后悔。第二组是那种又痛又爱啊，然后第二组主要是那种占有欲让你痛。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对方做的是有多混蛋，我跟你讲，但是第二组有一个像那种中邪一样，我跟你讲，就跟被下了降头一样，就对方就你想控制他，就他一天不向你报备行踪，他一天飘忽来啊，不定下来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说抓心挠肺的。你如果和他接触还不深你可以再继续下去，然后你可以就是了解到这个人他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让你感觉到说想要去捏住他，然后想要去扼住他的咽喉，不让他到处去跑。所以说你的那种控制欲会被激发出来，人会变得比较邪恶，至少来讲气场是不平静的啊。但是呢，也有点因爱生恨的意思，有那味儿啊。所以说呢，第二组宝子们尽量的去正向的沟通，然后呢，两人之间的心力尽量多坚定一些如果他那边开摆的话呢，你多一些引导，然后少一些焦虑或者脆弱。这个人呢，需要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来持续输出，因为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尖锐或者说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你就容易被他搞疯。但如果你是一个钝感力稍微强一点的那种快乐小狗类型，对吧？那小狗是什么类型呢？就有些时候你拿眼色给他看，看不懂，除非你直接吼他，对吧？你有时候拿个眼色给他看，小狗不懂，小狗还过来暖你啊，就是那种很乖，对吧？小狗很可爱，他就看不懂这些。但如果很敏感的人的话，可能今天觉得说看他脸色，哦，他脸色不好了，他今天给我发文字，连一个表情包都没有，然后他居然给我发感叹号啊，他是什么意思？就如果太敏感的话，对这个人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说很失控，他就会把你的大脑给操控了，你就会感觉到说你大脑里面就很乱、很烦、很焦虑，负能量爆无敌高啊！但是你稍微钝感力一点的话，这段关系呢，可能就是能把这个人给搞下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还会对你们的关系要更好一点啊，就是能够把它给扭过来，你自己的这个内耗也减少一些，好吧？所以说总的来讲呢，宝宝，第二组呢之后的发展呢是可以比较好的，甚至说有机会同居，我感觉到有这种情况有机会同居，然后呢两个人之间或者说有一些共同能够去享受生活的一些片段。我看到有这些情况之后这个人呢，他回头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呢，可能身边伴随着一些情况，或者说是他自己有一点牛逼哄哄的你就是
注意一下，就给他一个台阶下，不要跟他之间太计较，增强一点钝感力，这段关系反而能够减少摩擦，更丝滑一点，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你们的情况啦，喜欢请留个一键3连再走吧，拜拜，我们下次见。哎，第三组，爱是会爱的啊，但是有一点老天不公的意思呢。我这么说，老天会不会啊？我重新说一下，第三组爱是很爱的，但是呢，可能命运有一点小小的作弄啊，就是你们俩之间出现的这个事情会有点多。那啥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呢，本身两个人之间就需要很多这种外力来进行一个支援一样啊。就是我就想起那个古早的一个偶像剧，叫做《恶作剧之吻》嘛，就是台湾版的那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比如说是有那个男主他的妈妈啊，还要在那里打助攻啊，比如说把这个妹妹请到家里面来吃饭啊，或者说怎么样的，给这个妹妹送东西啊，或咋的啊，就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会经常去撮合他们两个，就你们两个也是需要有人来撮合的啊，然后呢，需要一些外界的一些强关联。比如说，你俩之间要成同事，要一直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不能是一个外派一个留守本部，一定要是一起去，或者说是，你们俩之间共同合作做生意呀，要不然就是他是你的助手啊，他是你助理，你们俩之间有工作联系、私交联系，或者说每次你去看你奶奶的时候，你去你奶奶的小区啊，都要经过他家门口。就要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客观的事情，把你们俩之间撮合到一起，要不然很容易各搞各的啊。这段关系本身它的一种开始开端，它是很好的，但是呢，容易有点高开低走，所以呢，在如何维系上面就显得是额外的重要了哈。这个如果维系的好的话呢，这段关系它很容易速成，但如果说维系不好，或者说像这把火一样哈。它没有那种及时的给足养料或者给足补给的话哈，就像车没有加油一样，它就跑不动。它就要在中间叫熄火。所以说呢，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它是涉及到这个就是助缘的成分的。助就是帮助的助，缘是缘分的缘哈，就是要涉及到一些人事物来助缘。或者说我以前看过一个案例哦，就是两个人之间呢是属于那种各自出去读书了过后嘛，就是都分开了，就没咋联系了。但是后来呢，他们俩之间一个共友过生日，然后回国了过后就共友就请他们以前的这些同学一起来吃饭哦，然后他们俩之间一见到就干柴烈火了，以前的那个爱情就被点燃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需要一点机缘，需要一点中间人啊，或者说是中间的一些事情来让你们就是重新的把你们聚合在一起，有这种能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段关系一旦能够被撮合，或者说能够一旦被聚起来的话呢，之后的发展会很好啊。但是就怕那种什么分隔两地呀、异地呀、远呐、网恋啊这些情况的，哎呦，那个就属于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时候就可能会因为这种距离哈，确实会产生问题。就精神恋爱，柏拉图他很多时候呢，是我也支持柏拉图哈，但是我不会谈真的柏拉图，因为我也不会谈，因为我以前也谈过异地恋。但异地恋真的还是很磨砺人心的，所以我也知道说两个人如果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很难受的。所以第三组就有很多这种异地恋的情况啊，甚至说现实里面有阻隔嘛，反正两人之间就是碍于某种身份也好啊，或者啥的，总之就是不能够经常见面，即便在一个城市里面，也容易被一些事情给隔着。所以呢，你们之间这段感情是真的，我跟你说哈，就这段感情它像一个火种一样，你只要把它存好了。它无论多久哈，你自己拿出来，然后它就都能够点着，就是有种感觉，就好像一个火种。但是你也不能就是用外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把它存在里面，然后用水去泡它呀、受潮呀啥，那它肯定得吸。所以说中间的这些磨砺也不能够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只要不经历过很多的磨砺哈，这个火种它是可以随时被点燃、重新使用的。就有这种能量的哈，所以说呢，这个人他内心里面，他其实是对于跟你之间的关系，他也有一定的这个笃定感的。他之后呢，我觉得说他不一定会主动，但是呢，他会很舍不得放开你。如果说你主动的话哈，他是很愿意的，他是这种人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人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多，他的心思重。
你不要看他不说话，或者说有些时候他说的很多，但都不能代表他真实内心，他内心里面就是想得多。想得深，所以说呢，他一旦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很沮丧、很失望。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跟你讲，他甚至有点想跟你结婚，我就直接跟你这么说哈。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甚至想跟你结婚，就是他会觉得你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你补足了他在这个世界或者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一种立足根本。就有你在身边，反正他好像做什么事儿都不怕了，有一种这种感觉的。所以说，你其实对于他来言很重要，你很重要。就即便你们认识不深，他也会觉得跟你之间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这种踏实的感觉让他觉得很想跟你之间就是结婚，甚至于说定下来。他如果没有想那么可怕的，或者说那么深远的事情的话，没有想那么严重的话，他也很想你就是在他身边，莫名其妙的就想见到你，舍不得放开你。所以说呢，第三组宝子们，对方对你的感情很深厚，但是这段关系就是有一点外力作祟啊，有点外力作祟，就阻碍有点多，然后需要人，或者说需要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事物来不停的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一个发展，而不能去影响你们。你们俩之间很容易被小人破坏，很容易被小人破坏，而且双方的那种心性。都是属于那种有点高的，特别是对方啊，特别是对方，他的心性是很傲气的。就如果有小人，或者说是别人在他面前说你怎么怎么样啊，他其实跟你没跟你在一起联系的时候，他和那个人之间暧昧的很，可暧昧了，我看见了。就那种什么小人啊，就特别恶心的，在背后说你坏话的话，他一下子就容易听进去，所以你们俩之间也容易有小人，你知道不？就是又需要好人。又要提防小人，哎呀，所以说这段关系咋说呢？就是有点麻烦，有点麻烦。但是你要光说这个人他的一个心是不是在你这儿啊？他有没有什么行动的话，他心是在你这儿的。他的行动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如果你不放弃，他其实也不会放弃，而且他根本就不想放弃。他如果说情况各方面可以的话，他甚至说想结婚。这个人的土象的能量稍微重一点啊。就他的星座可能不是什么摩羯、金牛、处女啊，但是他的那种内核和那种在感情对你这段感情的一种敦实的感觉哈，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就砸在那里，就一动不动的，是属于这种的。所以他其实本身内心里面是有点想跟你这样定下来，但你俩之间老出幺蛾子啊，所以说这个，第三组这个也不好说，这个能量。比较稀有嘛，还是比较稀有啊。但是，一旦条件成熟的话，我就说这个人他还是很想跟你之间继续的，好吧？因为他现在我感觉到说，他也是不舍得跟你之间有放开的。但是你俩之间如果一旦隔得太远，有些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好吧？所以说呢，多多注意，然后呢，尽量多发展一些共有，或者说是多认识一些他身边什么兄弟啊、朋友啊、同学啊啥，能够时刻打听到他的情况的，让你们俩之间这个小火苗啊，能够友谊的小船继续下去啊。有这个就跟那种聊天一样，聊出小火苗一样啊，就一定要维持这个热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等你们俩人之间都度过当前的一个个人时期过后呢，就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就会非常高，好吧？好，那这就是第三组的一个情况啦。喜欢请留个一键3连再走吧，下次见喽，拜拜。好，第四组宝子们和第一组有点像，有没有刚刚在14里面双选犹豫的啊？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在你之后呢，你不想盘了。我跟你说哈，你先不要感觉到说着急，因为呢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之后呢他还会主动的，但是你不想了，知道不？他之后会主动来找你的，但是你真的不想了，因为你有一种看破了、看淡了、看白了，你觉得说没意思了，因为这段关系你会觉得说就是之前可能会很香，或者说现在你在测的时候你仍然觉得很香，但是你越接触下去，越会发现这段关系它带给你的一些这种限制太多了。很多时候呢，虽然说你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处处都是壁垒。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好像呢你自己整个人都变了，就是你的会去满足他的一个审视的目光，或者说他的一种凝视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所以他让你觉得说很不舒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
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即便你得到了，或者继续跟他聊下去也没意思，因为你会有一种幡然醒悟，你会觉得说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就好像你去这个就好像你想跟这个人之间，比如说要当这个恋人，但是呢，对方跟你说就是不行，我只能够找一个 PY 啊，我只能找一个这个吃苹果关系的人。然后你心想说，那我要不就为了接受这个人，我就接受这个设定。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又会感觉到说不行，自己呢其实又是属于那种就是接受不了这种纯身体关系的，你必须是要这种长期主义的。所以说呢，你又跟他 say no，因为到时候的话，第四组就有一种第二种情况里面哈，就你会觉得，即便得到了这个人，但是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说你就觉得没啥意思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比如说像你去那个奶茶店一样，你去买奶茶，然后你妈妈就在旁边说：“哎，这个奶茶，喝了又胖这样的，那你不能喝，你只能喝无糖的。然后呢，你只能喝那种少奶的啊，你只能喝那个少咖啡因的。那你说那个兑出来，那不就是四不像吗？那还有啥好喝的呀？你就会觉得到手的东西，虽然说它是在这个店里面买的奶茶，但是它已经没有意思了，就它不甜，没有奶，没有让你爽的咖啡因啊，然后也没有那个滋味，味道也不浓，那你要来干嘛呢？所以说你就会有一种不满意，然后离去的一种感觉哈，你会觉得说，哎，这费老鼻子劲儿干啥呀？就是费多大劲儿，结果呢，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那还不如放下呢。所以说我感觉到你之后是一种非常洒脱的状态啊，你完全就是一种你的心态里面哈，更多的就是有一种。我放任你来倒贴我吧，但是呢，我虽然说和你之间还在维持联系，可是我心中，你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你之后会窥见一些真相，要不然你有一些自我的洞察以及觉醒，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人他与你的价值取向和你的感情取向一点都不匹配，一点都不相配，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完全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哈。所以呢，你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不会太多的一个强求了。然后我跟你说，宝宝，就是这个人哈，他会在你就是可能快要放弃的时候，他就还是会重新来找你的。因为这个人呢，他也会发现说，哎，好像自己的一个行情啊，各方面的也还不错啊，有这种其他的选择在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我得到的可能有些时候呢，也不是你100%的爱啊，你只是过来去撩一撩而已，那我何必呢？所以说你就会觉得他的爱不值钱，他很廉价，你会觉得说他很 low 很 cheap，所以呢，你之后的思维就很清楚的，你根本就不会去选他的啊。就现在宝宝们不用去想，不用去犹豫，因为之后我觉得你就像这个蜡烛一样啊，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去探照清楚那些黑暗，就好像以前你可能看他觉得说哦管中窥豹一样，对吧？只见一斑。就只能够看到他的一个小斑点，结果没想到说，哎，这个管子背后的居然是一个大豹子啊！那你会发现他很多的一些你未知的一些缺点，或者说是一些阴暗面，甚至于说哈，就是或者不把它想那么坏吧，咱们还是尽量乐观一点哈。但你都会发现说，可能这个原来我要的是苹果，结果呢，我光看了一下它的皮啊，我以为那个梨头上的那点红色的是苹果呢，结果往下面看，我才知道，诶，那下面是绿的，这个是梨呢啊，你可能才会觉得说它可能是梨，你要的是苹果，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梨，或者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或者它会有点让你下头的事情或者真相被你发觉了，发觉过后呢，你就想从这段关系里面退出来了，而且你会觉得这段关系里面的束缚太多了，你去委曲求全，或者说去削足适履。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长久的办法。你觉得它就像是那个不合脚的鞋子一样，穿着呢，天天给你磨流血，然后你自己把脚给削了，去适应它，这有啥意思呢？对吧？这是伤上加伤。所以说呢，你就会感觉到说一种非常洒脱的姿态。之后我看到你不会盘他了，好吧？但是呢，这个人他反而还会回过头来找你，好吗？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第四组的一个情况，非常的特别哈。但我觉得你们也很潇洒，很自若。
我觉得你们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那些人哈，所以说呢，我觉得第四组宝子们非常棒哈，在这里呢，就是提前的祝福你们，然后呢，也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有这种能够拒绝的勇气啊，能够说不的勇气，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真正需要的东西，好吗？好，那这个的话就是第四组的情况啦，喜欢请留个1键3连再走哟，拜拜，下次见。